Get out now. 一直盯着他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美国的翠翠菜。今天是由高深茂发起的鬼月串联计划。有兴趣想看更多鬼月相关的影片，请看我说明栏里的资讯。我今天要跟你分享我真实遇到过的鬼故事，虽然要从很多年前开始讲，但是这个故事一直持续到现在。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念高中的时候，我当时住美国比较乡下的地方，我姐、我邻居，还有一群3、4个比较不熟的朋友，收到其他朋友的邀请，说有一个废弃很久的房子，想要进去看看。我住的城市已经算是很乡下的地方了，但是这个废弃的房子在更乡下、更偏僻的地方，附近都是农场，开车过去会经过很多玉米田。这种乡下的在农场上面的房子非常的大，是2层楼的房子，差不多1900年代的。我们走进去的时候，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，这个房子里面什么都没有，连一个沙发，连一个灯泡都没有。但是在1楼的客厅里，莫名其妙的有一个马桶，整个气氛都非常的诡异。其中一位朋友手机有下载一个叫做 Ghost Translator 鬼翻译的 APP， 那个软体说，因为鬼类的灵魂比较能影响那些电子产品，所以那个手机就会帮你听到附近的鬼在说什么话，它都会显示一些名词，像花、椅子。那个软体根本就是用来吓朋友而已，我们都没有一个人相信。有时候我们还会问现场的灵魂一些问题，那出现过比较可怕的名词，也只有我们问完现在有人在吗之后出现的男孩，看到就说这个房间里面有男的鬼。这个软体就是这样一直显示一些无相关的单字，也都是名词，从来没有写过完整的句子。我们看完1楼之后，慢慢的往楼上移动。这时候已经不早了，因为这个房子里都没有灯泡，都没有电，而且太乡下了，所以附近也没有什么路灯，只有手上的手电筒点亮的小范围看得到，身后整片都是黑的。走上楼状况就是一样的，什么都没有。我们一个一个房间去看，然后我们就找到了一个特别小的房间。在这个小的房间里面有2个东西，婴儿的床，还有在黑暗的角落里面坐着一个 Elmo 的小娃娃。为什么整个房子里什么都没有，连一个灯泡都没有，但是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就有一个婴儿床跟小娃娃？我跟我姐都觉得这个是有原因在的。反正大家的共识就是不要过去碰这2个东西。我们的想法是，如果现场有灵魂在的话，我们都尊重他的话，他也会尊重我们。我们跟一位朋友站在那边看鬼翻译的 APP， 谈一谈，有人拿着手电筒瞄到那个黑暗的角落，看到那个比较白痴的朋友手上握着 Elmo 的小娃娃。我们3个人自然的往手机的方向看，连续显示了3个词 Get out now. 我们马上开始跑，推着彼此不想要当最后一个下楼梯的。离我们最近的门就是1楼的后门，所以我们都从那边出去。可是外面的草长超级高的，又完全找不到自己要走的路，往左边跑，再往右边回来，真的是乱七八糟的。这时候就有2位朋友看到一个小孩身高的影子跑过去，不过我们还是跑到车子上了。在那个房子里发生的事情是够可怕的，但是我觉得完全无法跟接下来发生的事比较。
我们那天晚上都安心回到自己的家了。过了大概1个礼拜之后，我姐跟我们那位邻居出去玩。我姐回到家就进来我的房间，她表情是非常严肃的，就问她你怎么了？她说我们的邻居这周有分开跟3个人出去玩。第一个跟他见面了之后，回素食餐厅打工的时候，切到自己的手，被送去医院开刀。第二个跟他见面了之后，出车祸被送去医院。第3个跟他见面了之后，房子被烧毁了，他爸爸在里面跑不掉，因此过世。我姐跟我说，我们邻居觉得有东西在跟踪他。我听完我姐跟我说了之后，问她：“可是你不是刚才也跟他出去吗？”她说：“我现在非常的害怕。”她讲完这句之后，听到从她头后面开始环绕了360度的野兽才能发生出来的吼叫，我们2个马上有一种被定住的无法动的感觉，也2个人互看大哭。我睡那个房间大概10年了，至少2个墙壁里面都没有水管，都没有空调，所以那种声音是一点都不合理的，从来没有听过那样的声音。但是没有遇到什么其他问题，都还蛮正常的。跟大家讨论了几次之后，发现我跟我姐不在的时候，他们那群人白天还有进去过一次。在大家一起进去之前，他们那次带了占卜板，问了一些问题。我们不太记得他们当时问了什么样的问题，只记得其中一个问题的答案是 FIRE 5。我跟我姐是不玩占卜板的，我们觉得不是随便可以拿出来玩的东西。过几天之后，我姐准备出门打工的时候，打开我们家的门，看到门外地上坐着那个 Elmo 的小娃娃，她的反应是一点也不好笑，她就拿起来开车去一个一样偏僻的地方，到处都是玉米田的地方，下车然后丢出去，再去打工。晚一点，她传讯息给那个碰娃娃的朋友说：“你怎么可以带出来？难怪会发生这么多问题，你还敢放我们家门口，想被揍哦之类的。”他回复说：“我有带出来没错，可是娃娃还在我这里啊。你说放你家门口的是什么东西？我不懂。”我姐当然不相信啊，请他摆一些奇怪的姿势跟娃娃一起拍照，证明还在他手上，而且都有证明。所以我们门外的娃娃是，因为我们怕我们跟邻居碰面都会有事，也怕我们自己会有问题，所以我们都鼓励那位朋友把娃娃放回去。但是后来他有没有放回去，我就不清楚。过了很多年之后，我有跟其中一位朋友联络，跟他聊到我的邻居，我就顺便问他最近有没有跟他出去玩啊，最近有没有见到他。他说他不敢跟他见面了，因为每次跟他见面了之后，大概会有3、4天都会看到一个男生的鬼。他说我知道听起来很不合理，但是我室友还可以跟你证明是真的，而且就我所知，他不是会乱讲话的，随便说谎的人。他跟我说，他要睡觉的时候，会看到角落里面站着一个男生，一直盯着他。他说一开始他的室友也不相信，但是其中一次他看到他快要把门用力关上的时候，跟他室友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他正要把门关起来，而且真的有把门关起来。”还有一次说：“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他要把那个台灯摔到地上，而且的确是有把台灯摔到地上。”他说，几乎每次跟那个邻居碰面，会有3、4天的时间，
那个男人跟踪他，所以他就不敢跟他见面了。他跟我形容说，大概是一个40几岁的男生，穿着像差不多1960、1970年代。他甚至有给我一个名字 Hubert。在美国，如果你有地址的话，你可以查到那个土地是属于谁的。所以我查到的是姓 Louis 的。在美国也可以查询到所有过世的人的名字跟过世的地点。我查了 Hubert Lewis 之后，发现真的有人1960年代40几岁的时候在那里过世。我大概2年前想要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有做这方面的研究，查到人名跟地址之后，我就跟我姐说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找，现在有没有什么亲戚，或许可以去那个房子，确定他那边有一个娃娃在之类的。如果现在还有东西在跟踪我们朋友的话，感觉该处理一下。我姐跟我说，不行啊。几年前政府把那个房子烧掉了，我当时没有想太多，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，我觉得不太对劲啊。用火是不容易控制的方式，而且真的太危险了。整个州的政府从来没有用烧的方式进行这样的 demolition。想到他们那次带占卜板进去拼出来的，也想到了当时邻居碰面的朋友房子烧掉这件事情，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谢谢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最后面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订阅，开启小叮当，因为我下周3会跟你分享我在台湾遇到过的鬼故事。拜拜。